大家好，我们来看 2.5 节嘿。那这边的话就对这一个 2qubit 的这一个的量子，就是说一般我们叫做 quantum 的 collapse 就是说等于是这个时候量子那个这个 collapse 一般来讲说你去观察它以后，它就会什么量子坍缩我把它换成叫坍缩这样嘿好，那我们就来往下看。那一开始的话就是说，我们就给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式它跑出来是这个结果那我来先跑一下然后再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跟解释这样嘿。好，那我现在就一样我就产生一个程式区块出来那这个程式码比较大一点点，没关系，我们先跑完以后再来解释。跑完再来解释这样嘿，还不错。那这个程式码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在整个里头的话，我宣告了什么样？你注意我宣告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的话好，我现在就不要乱画了就是我这边宣告了一个quantum register， 一个 quantum register， 所以我就有两个一个跟我把它取名 x 跟 y， 那又宣告了两个传统的 register， 一个叫 A， 一个叫 B， 然后呢，我就把两个这一个传统两个这个量子的 channel 跟两个传统的这一个channel 呢把它组出一个量子的电路出来，那取名叫做 circuit， 然后在 circuit 上面呢挂一个哈达玛然后那这个哈达玛是挂在 x 上面然后再挂一个这一个CNOT gate 挂在 x 跟 y 这两个上面嘿，然后呢我就针对这一个quantum 的这一个什么 quantum 的这个 x channel 呢，把它量测到这个传统的 A 上面那再把quantum 的 y 把它量测到传统的 B 上面，把它画出来所以这个就变成容易的，你就变非常容易的可以看到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这一个的结果这样嘿。好，所以这个就刚刚讲过说那这个整个的写法那这个如果学法容易忘记也没有关系，就说慢慢去熟练它就可以了好，那这样的话没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再往下看咯，往下看有没有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准备怎样，就是说我在写这个程式的时候，我做了4个排列组合好，我先把这个程式码拷下来拷下来，我来先跑一遍给各位看我来再从程式码里面来直接解释。好，那看看我的码好，那这个时候一样我就把它拉过来拉过来这样那你们就可以自己再熟练一遍。我现在教久了就变成熟练好，拉上来。那在这个程式上面你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呢？看到就是说我准备针对这个地方把它喂进去，所以你看我开始用不同的值在喂的 initial 的值那这个就是说我在 x channel 上我就直接叫 x channel 上面呢，我就喂10这个向量进去就喂0态那在 y channel 就喂什么喂1态进去这样。那待会我也准备怎么样会在上面喂什么呢？喂这一个加态这个是减态，我会再喂一个加态或喂一个减态，那各种排列组合来观察它的变化这样那这个刚刚讲说已经挂上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跑一下那这个就是 IBM 的 solution 还不错，就告诉我说我就已经很明确告诉我说这 X channel 我是走的是0态， Y channel 走的是1态走1态这样好，那这样呢就很清楚了，就非常清楚这样好，我们就让它先归位先归位，那我们就继续再往下看再往下看所以你就可以跑出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组态出来。那这个新的组态呢，我就要统计，我要统计什么呢？我就来让它跑跑看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会量子坍缩会量子坍缩，所以我就来跑一个统计看看好，我来跑一次统计这样好，我再把这个统计的拉出来那这个统计的话就是说这个当然就是这些 source code 你们从我这边，因为这边的话我是从 IBM 上面的那个教案抓来的，因为 IBM 本来就是它给一个完整的一个 training course 那比我们自己写讲义好太多，那把它重新整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来跑一遍。那跑一遍呢，我先跑完我再来分析一遍给你们看好，你可以看到那它跑了几百次你看跑了几百次观察01态跟10态
零一态跟一零态，因为它整个按照刚刚的跑法，是不是它最后就是变量子纠缠嘛？这两个在纠缠，有没有？那就这个就是变成它把它读它了以后，那读了以后这个的这个是两维，就会坍缩成一个某一维上面嘿。那这个也是一样这是两维会坍缩到某一维上面所以你就可以观察到，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落在某01维或10维上面嘿。那这个细节当然后面再说了就是先让各位了解一下。所以它经过怎么样呢？它经过好，我们就把它拉回去了所以它有各种不同变化，因为中间的那个数学计算模型，后来我就比较没时间好好算了就是说，那等于说它就会观察它的模型，观察模型，它现在等于是观察01态跟10态嘿，所以它这边01态跟10态这样那这个到底对还不对有时候会感觉怪怪你们到时候自己再去检查一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试，这个时候就是说等于是这是第一个 try， 那数学模型去分析有没有？数学模型分析就是说分析出来就是说我等于前面已经算过这个的矩阵表示式了嘛，有没有？整个表示式把它整个算一遍，那算完以后呢我们算出来的话怎么样？01态跟10态的话，它们的几率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所看到这个他们最后的什么崩塌的那个现象比如我们这边它统计的话，它上面是跑这边现在暂时看不出来，它跑几百遍的原则上有时候它会有个 default 值，它可能跑几百遍这样它去跑，那跑完以后它会观测它的一个变化。我记得好像当初是可以设定它跑了几百次，那这个等于就是惯用的一些指令。那如果不熟悉，我们再进去看到 user manual 再去 check 这样好，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两个是这个人01态跟10态是等态的。好，那等态的话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就是刚刚画图给各位看的没有就是说两个是等态的等态的，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如果说我今天是0跟什么0态跟1态，好，我把程式码拿出来看一遍就是说我是0态跟负我来试一下这个0态我们现在我来看一下我要试什么，我要试0态跟负就是说减态这样所以我就要来设0态，那设0态就把0态没有问题那就把这个 mark 起来好，我把这个杀掉好，那这个把它 mark 起来好，把它 mark 起来，就是说那这个时候我就试1态跟什么跟这个这个减态有没有这个是减态这样好，然后我就把这边都杀掉，有没有看出来然后呢跑一遍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主态就不一样，这是0态这个是减态有没有？减态这样那我再跑看统计结果那统计结果哇，那因为它这跑出来的话，就是说这个的组合出来就变成是4态都有4态都有，那4态的几率都一样有没有？那这个数学模型呢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遍所以这个很好玩就是说你要有数学模型去分析才有办法，所以我就认真分析一遍，把它整个计算一遍给各位看有没有？就跑出这个式出来。那大家的那个主态都一样，那因为这边的那个整个矩阵计算你们应该都可以自己算因为我一直算过好多次包括在那个量子计算的那个讲义上我也算过很多次所以你发现它竟然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整个4态的状况一样，所以它跑出来的话怎么你看经过几百次的模拟以后都发现怎么样？发现就是说这个4个态的量子坍缩就是那个 collapse 都一样的都一样的那个几率有没有所以这个次数就会差不多这样所以这个第二个 try， 那第三个 try 我们要 try 什么呢？这个第二个 try 就刚跑出来报表我的报表看出来再来看看第三个 try， 第三个 try 我就是加态跟1态，好，我就把我的程式码改一下我就来试我的加态跟1态，就说我看看我是试加态跟1态，加态跟1态有没有？哇，这个就难搞了我看一下这个程式码其实不难这个都是我当初跑出来的所以等于说我希望我的第一个 channel 是加态，第一个 channel 是加态的话，所以我就必须好了，这个把它杀掉，这是第一个 channel。好，加态跟什么？跟1态
所以这个，所以你看 x 要把它 mark 起来，有没有 ？x 就不要让它动了，嘿，不要让它动，这样哈。那所以等于是 y 的话是一态，好，那这个那所以我就把这个再 mark 起来。所以这个等于说，你看注意，我这边的时候 y channel 是走的是一态，哦，然后这一个x channel 走的是这一个加态，哦，好。那这样我就把它先杀掉，是杀掉，我再跑一遍看看，嘿。所以当时我在设计的时候，我就把它留了这些伏笔，这样，好。所以你们到时候在跑的时候可以自己玩，嘿，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加态，这个是一态，好，然后再看它们的量子坍缩，好，它因为发现只剩一个，好可怕，剩一个有没有？剩一个有没有？嘿，那这个统计出来的只剩一个，也就是说你去观察它的时候，坍缩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嘿。只剩一个，所以这个剩这个最后的结果这样，嘿，好，那你就去做数学，算完它的那个整个模型只剩这一个，这个是一般他们最喜欢的，为什么？因为最后只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会有那个 eigenstate 那个特征态，也就是说基底里面的每一个态，那它不用跟大家 share， 只有说01态是100%，所以跑出来的结果就是100%这样，嘿，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棒，那第四个。我们再来试加减态，哇，加减态！所以当时我在写这个讲义的时候，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那个量子坍缩，是被我 A 掉了吗？还好，还有吓我一跳，嘿！所以我现在是要加减态，我来试一下加减态，杀掉，我来试加减态，嘿！所以我希望 x 是，我就把这个全部都 mark 起来，嘿，杀掉。嘿，所以我现在只剩一个加减态，有没有？好，没有错，你看这个是加态，这是减态，有没有？那同一下统计数据，这个统计数据好像有点斗败，嘿，有点斗败，就是变成是00跟10，那好像我当初算出来变成00跟10，好像也对了，好，那你看你就数学模型变00，它是10，可是我这边是01，那不知道是哪边出问题，可能是它那个计算的那个顺序的 reverse， 好，那没关系，这个我就不再去细算了，就告诉各位说，原来它是这个样子的，还算蛮好玩的，蛮好玩的这样，嘿，所以原则上没有什么太大困难度，嘿，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这个就变成说00跟10或者01呢，它们的几率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试了4种不同的组态去为它的 input 拿去激发整个那个 circuit， 那因为它激发那个 circuit 完了以后，它这个本身的那个那个叠加态这个 superposition 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如果然后你去 read 它的时候，它就会量子坍缩那坍缩以后就因为看到几率比的话不一样那如果说几率一样的话，它们就会坍缩在一样的状态之下所以这个是还算蛮好玩的所以整个观念上，我们在这一节就是说也把它讲清楚了就是说已经解释3个重要的观念了就是量子叠加、量子纠缠那还再来就是看到这个量子坍缩那问题是量子纠缠的应用到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后面会有慢慢的第4章、第5章、第6章就可以慢慢看到。那第3章还在帮各位介绍那个 IBM 的那个 solution 所以目前还没有讲到全部完整的讲完，所以我们后面会再持续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这样好，那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跟各位讲解应该没有了所以在第2章也是东西蛮多的那很多的观念都跟在程式码里面跟它对应上去的所以各位同学可以把第2章呢好好的再阅读一遍那如果有问题以后我们课程上架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社群上面来跟我们这个提问这样好，那我们这一章呢就先讲到这边好。